好，因忍积毁之苦，叫安忍品嘛，因忍积毁之苦，就52颂，就积毁人家来诽谤或是来讥笑我们，就这样。讲一个用简单的，做是很难的，非常的难的。道理用在修，用在做，比较难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心力无形体，谁亦不能毁。若心直指身，听到诸苦身。我们心力是没有形体的，你是谁也毁灭不到。你就是把我们给人杀了，可是心力是杀不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坚定的心呢，它是没有办法怎么样。就你自己想的什么事，那个想法不会因为肉体被灭掉而被灭掉，不会的。人的存在不会因为肉体失去而不存在，好吗？当下你的心是菩提心的话，你的果位还是不会少掉半分半毫，还是会得到很好的依止之所。如果被灭掉的那一下，你因为灭的苦而生贪嗔痴的话，那当然就很难说。要不然的话是 OK 的。若心直指身，定到诸苦身。我们这个心如果是被执这个身去执着这个身的话，一定会被种种的苦来睡得太饱也苦，睡得太晚也苦，懂吗？过得太冷也苦，过得太热也苦。其实根本是在对色身的执着而产生，而不是真正境有什么问题。好比说外面很冷很冷，你会不会把自己观想，我就是只蛇，我的体温跟周边呢一起动的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是这么冷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我们就是这种环境的动物。你就不觉得，在北极很冷，我们把自己当成北极熊，我们就是该生活在这里的。要不然在藏地的藏胞，他们还不是人，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那么好，还可以工作，还可以在那边养儿育女，建造自己的家园？为什么在寒冷我们就一定要觉得是寒冷，一件很苦的事？那很热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觉得是苦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家当成就是在沙漠，我们的家就是该建筑在这个沙漠当中。我们就是沙漠里面的一个动物，比如说蝎子，或者说骆驼。人家是到那种环境就活不下去，我们到那里还可以工作，还可以对人们有所贡献，就会是这样。但是执这个身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没得执这个身了，因为大家需要我，所以我都不能干嘛。我就不能执这个身，这时候你想执也没得执你要去工作，懂意思吗？可是我们话回来讲自己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身你一直把它当回事儿，它成天就是回事儿，它成天就很多事来折磨你。五欲你不接空的话，你就被它折磨死。人们用色欲来攻击你。受欲来攻击你，想欲来攻击你，这五欲都可以成魔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都可以来攻击你。那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就七荤八素了。好，这样，就通常是要划重点这一种很重要，像眼睛一样。就讲很多人在这个经都过不了关。他卡得很高兴，色身香味触，无一不执着懂吗？色受想行识，无一不成魔没有一个魔你过得了。好，轻蔑语出彼，口出恶言辞，余生既无害，心如何不成？就轻蔑的出彼语或是人家轻蔑你的话。或是很粗、很卑鄙的话来对我们的时候，口出恶言辞，他嘴里面出来很恶的言辞，就这样。那余生既无害，心如何不成？就是说，对你身体又没害处了，干嘛你要去承认？干嘛你要去承认这个？
哦，就是说人家来骂我们、打我们了，你有没有去承认？哦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轻蔑粗鄙语这些，余生既无憾，今无悔。人家骂我们了，怎么骂？其实对我们身体没有损害吧？骂不会听啊，改你美戏你都不会听，就肉体不会产生疼痛。啊，为他不喜我，然彼于现后，不能回损我，何故厌弃？意思就是说，人家不喜欢我，可是事实上呢？不管现就是这一世，后世来世，不能回损我，但实际上没有办法真的把我毁灭掉或损害掉。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毁损而损害到自己，人会伤害到自己，往往是自己去伤自己，知道吗？人家骂了你以后，你难过，然后就做下不理智的举动，这才伤害到了你自己。如果人家骂你，你还是笑眯眯的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为爱力两故，众我厌受损，无力中取舍，诸罪者久留。就是说，如果说对于这个名闻利养，我们都不喜欢，就是因为就是说，你这样子损伤我，会导致我的事业做不下去，会导致我会怎么样？那就要变成说，讨厌自己被损伤了，因为有供养到自己身上来，还被损伤了，大家就会觉得，你这样子讲我会害我到时候活着也做不下去。其实不会，因为你没有那个业力啊，人家怎么骂你不会打，你有那个业力，人家不骂你你也照打，知道意思吗？这是因果业力的问题。就是所以不会说什么人家对你不好是你的业会变重，不会，也不会说人家对你不好导致你的利益损掉，也不会，懂吗？因果配在个人身上，不配在一个人的冲击力和毁灭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无力中取舍，诸罪者久留。你这所有的表面的利益，到最后还是要放掉啊，还是没有啊，懂吗？一口气不见哪个东西你带得走？什么都没带不走，可是呢，诸业则随身，有没有？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所以诸罪者久留，这个罪业就一直留在自己身上，甩不掉的。你为了这些事而造的业果是没有一样跑得掉，所以到最后是亏本，不是赚钱的，是亏本。抢得眼前利，地狱久难逃啊，那何苦？就这样，所以要怎么做呢？无宁速死没，不愿邪命活。宁愿早点去挂掉，也不要说用邪命来保持自己的命一直活下去。所以这一颂你要看这个无宁速死没，不愿邪命活。你住在正念当中、正法当中去挂掉，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会跑出来。果安纵久住，终必遭死苦。就算你苟且偷安了，暂时活得下去，邪命果知道吗？当然，我们有佛法人不会分辨，不会说很难的。有佛法人才会分得比较清楚，因为有教导。就这样。所以苟活纵久住，终遭必死苦。到最后死，你还是死了。一样也是死，提早几年死那么光彩，可是延后几年死这么多光彩。就刚刚举那个例子，有没有？就是说，对，虽然也是多活几年，终究还会要死。可是一个羞愧而死，一个是豪迈而死，这差多这差多。我们自己中国人也是有这样的话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是不是一定要懂得什么该要取，什么要去守？知道意思吗？就这样。修行当中我们为了修行而悲壮，很好的。你反而失去戒律而活，那反而是不是到终究竟的终结点，不是也就不是我们要的，知道吗？一堆都在乱当中，你却是在逆流而上。那就算别人没有成，你也会成。一堆人都在成，唯独你不做，
结果到最后其他人都成了，你却没有成，那不是很气人吗？懂吗？所以也就是说，能够修的时候还是好好修。对于这些来攻击你的话，这些就是顺利来攻击你的时候，那我们都好好的安住在法当中去思维。彼众因贪亲道取，或令他夺一切财，犹将身财30善回向于彼佛子行。他们就算是因为贪欲而来亲自拿，或是去盗取，或令他夺一切财，或是请别人来跟你巧取豪夺你的财物。巧取意思就是说他合法的，懂吗？你说不过他，他用法条用规矩跟你讲，就叫巧取。豪夺就是不管一切，我就是要拿，就对了，管你的，就叫别人来巧取豪夺你的一切的财物。犹将身财30善，就是把我们身体啦、我们的财富啦，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0所修的善根，回向于彼佛子行，还是回向给他，这才是佛子的该修的、该做的。有的人从境当中取福，有的人从境当中去取业，有没有？就是就用这比喻，你们就懂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。那以上所说的，请修持意，请的说。